冈比亚是非洲大陆面积最小的国家。冈比亚一词源于曼丁卡语，意为冈比亚河。冈比亚的历史与邻国塞内加尔密切相关，直到19世纪末，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才被区分开来。冈比亚被塞内加尔三面包围，两个国家酷似一个夹心蛋糕。除了地理位置的接近，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在族群和宗教等方面也极为相似。16世纪初，当地相继遭受葡萄牙和摩洛哥的侵略，并在16世纪末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。然而，葡萄牙对塞内加尔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，便被英国与法国取代。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沿岸的土地有限，而殖民者的野心却是无限的。于是，一场法国与英国的拉锯战开始了。这场在冈比亚河发生的冲突很快波及到了塞内加尔河附近。1765年，占据上风的英国夺取了几乎所有的法国殖民据点。然而，在10年后，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，英国因忙于应付新大陆上的战事，法国趁机将英国势力压缩在冈比亚河两岸的狭窄区域。针对冈比亚领土沿河分布的特点，英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。他们虽然在冈比亚建立了中央政府，但仅对英国人集中的冈比亚河口采取直接管理，而广大的内陆地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部落结构。在19世纪中期，英国人发现冈比亚的土壤适宜种植花生，逐渐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花生种植园。为了尽可能的提高花生产量，英国限制冈比亚的粮食种植，导致冈比亚甚至要靠进口粮食才能满足基本需求，它的经济命脉也因此被英国掌控。脆弱的单一农作物经济带给冈比亚的，除了旱季的饥荒，还有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因此，在殖民地时代，冈比亚保护地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发展。由于经济的落后，冈比亚民族独立力量格外弱小，它的独立更多是靠去殖民化的国际趋势。1965年，英国同意了冈比亚的独立，但仍掌握外交、国防和财政等大权，直到5年后，冈比亚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。1970年4月24日，冈比亚经过第二次全民公投，达乌达·凯拉巴·贾瓦拉爵士成为冈比亚的国家元首。贾瓦拉时代的相对稳定被1981年的一场政变打破。这场政变由库科伊·桑扬领导，他趁着贾瓦拉总统参加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婚礼之际，占领了部分政府机关。由于无力镇压政变，贾瓦拉只得求助于塞内加尔。塞内加尔总统担心冈比亚的混乱会影响到塞内加尔的稳定，于是派出军队帮助冈比亚平息了这场政变。塞内加尔伸出的援助之手，让两个同根同源的国家迅速走到了一起。1982年，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成立邦联，并试图实现最终的统一。然而，被殖民者割裂了上百年的两国差异明显。冈比亚官方语言为英语，塞内加尔却是法语，两国经济发展程度更是大相径庭。此外，邦联总统由塞内加尔总统出任，外交、国防和交通等政府关键部门也由塞内加尔一方担任正职。冈比亚担心自身利益受到损害，使得两国很难就统一路线达成共识。1984年，贾瓦拉声称，为了维护非洲大陆乃至全世界的和平，宣布组建本国军事力量。冈比亚军队组建计划完成后，冈比亚海陆军加起来有800多人，此外还有1000余名警察和2艘炮艇。正因为有军事力量作为支撑，就在冈比亚军队成立的第2年，因为苏联之前承诺的援助协议没有兑现，盛怒中的贾瓦拉便在公开场合向苏联发起威胁，声称将跨海远征，用3天的时间消灭苏联。此事过后9年，贾瓦拉因为拖欠官兵的军饷，被总统卫队指挥官叶海亚·贾梅推翻。就在贾梅上台后的第2年，因为贸易争端，贾梅便对欧盟各国发出威胁，声称将率军远征，扫荡整个欧洲大陆。欧洲随即宣布对冈比亚实施经济制裁。好不容易跟欧盟实现和解，贾梅又爆出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使用舞弊手段获胜，这引发了冈比亚国内的抗议。冈比亚人数不多的军队立即出动镇压抗议，这些抗议人员根本就打不过政府军，只好跑到美国大使馆内寻求庇护。贾梅闻讯后，命令士兵抓人。美国随后宣布关闭使馆，并制裁冈比亚。2002年，贾梅因不满美国的经济制裁，宣称如果美国不解除制裁的话，
他将出兵攻占整个北美大陆。乔治·沃克·布什总统闻讯后，随即下令降级同冈比亚的外交关系。2016年12月，阿达马·巴罗在其他反对党联盟的帮助下击败贾梅，当选为冈比亚第3任总统。贾梅最初接受选举结果，但随后声称自己被骗而拒绝离任。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武装干预下，贾梅宣布辞去总统职务，流亡赤道几内亚。2017年1月19日，阿达马·巴罗在冈比亚驻塞内加尔达卡尔大使馆举行宣誓就职仪式，正式成为冈比亚总统。2021年12月5日，冈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，现任总统阿达马·巴罗成功连任。2024年10月9日，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上，冈比亚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，任期将于2025年1月1日开始。目前，冈比亚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，农业、转口贸易和旅游业为主要收入来源，经济体量小，工业基础薄弱，粮食不能自给。近10年来，冈比亚政府对渔业投资较多，渔业产值大幅增加。由于外国船只的过度捕捞，深海渔业资源已近枯竭。目前，旅游业已成为冈比亚除农业外第2大吸收就业行业，游客消费相当于冈比亚出口总额的90.6%，